这个孩子实在是太懂事了。身为孤儿的自强，自从被老奶奶收养后，俩人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。上期我们说到，自强不慎摔下山坡，奶奶及时赶到，救起他回到家中。在一段时间的休养后，他扭伤的脚已经完全好了。今天一大早，云雾还缭绕在山头，自强和奶奶打了声招呼，就光着脚出了门，来到离家不远的小河边，穿过茂密的茅草地，就踏入了河水中。他还带了一根铁签，一边走一边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铁签子一路不停地戳着河边淤泥，远处还有个小孩正在钓鱼，专注地望着水面。自强没有上前打扰，自顾自地沿着河岸寻找今天的猎物，这应该是在找黄鳝之类的动吧。好不容易发现一个看起来靠谱的地方，翻开石块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他也不气馁。一旁的小溪流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这里的两岸还保留了不少泥沙，说不定能找得到点东西。而这时泥地里的一个小洞让他眼前一亮，他当即刨开泥巴，可惜还是一无所获。自强沿着小溪往上游走去，这里戳戳，那里挖挖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一个岩缝下发现了什么。浑浊的水让他看不清里面的东西，从触感来看一定是个大祸。他一次次的试探，想要把里面的东西拽出来，要是换做我是不敢的。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的情况下，万一被咬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可打小是个孤儿的自强，从小就没少干摸鱼上树的活，一点也不害怕，硬是把里面的东西扯了出来。这时才看清楚，原来是一只大甲鱼，看这体型得有1斤多重了吧。自强也很是开心，这么大一只甲鱼能值不少钱。用绳子将其拴好后，提着它就回到了河边。正当他沿着河边往回家走去的时候，刚还在钓鱼的小男孩因为鱼竿飘走了，想要去捞，结果鱼竿没捞着，反而自己摔入了水中。他也不会游泳，就在水里扑腾了起来。幸好自强刚好路过，看到这个情形，立马丢掉甲鱼，向着水里的小男孩飞奔而去。来不及多想，一个猛子就扎入到河水中，奋力地游到小男孩身边，将他托起，推着他向着岸边游去。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区，小男孩呛了几口水，已经没有行动能力。自强只能把他赶紧拖拽到岸边，对着他的腹部就按了起来。小男孩这时吐出几口水，不得不说还好他命大，但凡自强再晚来一会，也许就是个悲剧的结局了。这里也提醒各位，夏季快到了，一定要照看好自家的小孩，别去水边玩耍。眼见着小男孩好了许多，自强将他扶起，搀扶着他，想要送他回家。这时小男孩的妈妈见他久久不曾回家，也是寻了过来，看到这个情形，赶忙上前询问出了什么事，真是又心疼又生气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孩子没事还是万幸的，好一顿感谢了自强。他背起孩子准备先回家，日后再到自强家里好好感谢。自强这时也想起了自己抓的甲鱼，还好就在附近没有跑掉。自强想了想，追了上去，想把甲鱼送给阿姨，好给受惊的孩子补补。阿姨感谢他都来不及，自然是不会再要他的东西，推脱了好几次，拗不过自强的坚持，他决定先收下。他也不打算白拿，和自强说好算卖给他。从手机壳后面拿出钞票就塞给了自强，两人各自离开。大姐还不忘回头和自强说，叫他也早点回家，改天去他家里感谢。自强路过边上的小树林，采了一些可以作为天然染料的树叶回家。这是又要做什么好吃的呢？利用刀背仔细地将其中的纤维砸散。奶奶在一旁搓着姜黄末，自强端起锅来到屋内，架到灶台上，而后他拿出一把干草，放到锅上将其点燃，可能是利用草木灰使树叶中的颜色析出得更快吧。这边自强烧着火，奶奶已经准备好将黄汁倒到糯米中给其染色。自强烧完了干草，将其插入到锅中，盖上锅盖让它们之间产生反应。收拾好工具，他将整锅端出，黑黢黢的汤汁也浇到了糯米上，放到碗中等待糯米上色。过了好一会，奶奶拿出旧锅接了点水，自强也端起今天要用得到的木蒸桶，好奇地打量了一阵。他将内壁清洗干净，奶奶拿着糯米倒了进去，2种颜色的糯米先过滤掉多余的水分，再清洗一遍，就可以倒入桶内了。
俩人一起把用过的东西清洗干净。自强端着蒸桶放到了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将火烧旺。接下来只要慢慢等着就可以了。一边烧着火，一边聊着天。自强告诉奶奶，他的手里扎着根刺。奶奶拿出针，带着老花镜，在自强的手里寻找了起来。虽然只是简单的小事，但被人照顾的感觉真好啊！继续等待了一会，奶奶起身查看了下桶中糯米，铲了一点，让自强尝了尝，眼见着是熟了。自强端来垫了香蕉叶的竹筛子，奶奶将糯米饭倒了出来。这三色的糯米饭看着就非常漂亮，闻着也有股植物的清香。奶奶将3种颜色混合到一起，包了一个给自强。自强虽然很馋，也没有急着吃，而是先将灶台上的锅端下。不得不说他太懂事了。奶奶端了碗肉出来，俩人配合着糯米饭吃了起来。自强想了想，问奶奶能不能把隔壁的小孩叫过来一起吃。奶奶当然无不答应。几个小女孩正好站在门前，自强领着他们进门。小孩子看到这3色的糯米饭也是十分的开心，纷纷夸赞奶奶做的好吃。大家一起围坐着分享起了食物，奶奶也是满脸的笑容。虽然都不是自己的孩子，还是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馨与幸福。自从老奶奶收养了孤儿自强，两人的伙食也眼见着好了起来，奶奶也不再孤单。一大早，他们一起在自家门前平整着花圃。自强和奶奶道了声别，就提着刀向着山里走去。今天是奶奶的生日，他已经拜托小卖部老板去镇子上订了个蛋糕，而今天的目标就是赚到买蛋糕的钱。一路上渴了就喝口山泉水。得益于越南湿热的环境，一年四季都可以长出竹笋。正好这几天村子里有一户人家正在收购，自强打算多采摘一些。他一根根地将竹笋掰断，但是山里崎岖不平的环境让他收集起来也不是那么顺利，爬上爬下好几次才把附近的竹笋聚到一起。如果就这样带走，不仅带不了多少，而且十分的沉重。于是自强选择将笋衣剥开，只保留可以食用的鲜嫩部分。处理完这一堆，自强背上袋子继续寻找更多的竹笋。正当他走上山坡，他发现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洞穴。出于好奇，他走了进去，可以看到里面的空间十分开阔，向里延伸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入口。自强捡起一块石头丢了进去，听声音是一个非常深的溶洞。要是换作之前，他还有在这安家的打算，但是现在他已经有老奶奶作为依靠，所以他并不打算进去探险，转身就向着洞外走去，一路爬到半山腰的位置。一处荒废的庇护所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不知道是谁又在这居住过，正好坐下来休息下，临走时还不忘把门盖上，至少还可以留给后来人作为临时休息点。就在不远处有一间清泉流下，忙活了半天的自强也是有些渴了，来到跟前喝了几口水，正要走时，他发现岩缝里还藏着个小东西，原来是一只大山蟹，2只眼睛警惕地盯着自强。这可是好东西，既然被他发现了，自然是装袋带走。离开小溪，他找到了第2处竹笋地，自强忙着掰竹笋，螃蟹也是抓住了机会，从袋子里悄悄溜走，将竹笋剥干净。自强沿着山间小道再次出发，一路寻找，一路采摘，直到装满了袋子，他才将其背起，满意的离开。回到村子，来到之前帮助过自强的大哥门前，正是他家在统一收这些山笋，称过斤两。自强开心地接过钱，迈着欢快的步伐向着小卖部走去，提出早已订好的蛋糕，回到了家。随着夜幕的降临，奶奶也回到了家。当他打开灯时，自强和邻居的几个孩子早已在蛋糕旁坐好，祝贺奶奶生日快乐。奶奶感动得有些不知所措，自强搀扶起奶奶坐下，给她戴上寿星帽。随着蜡烛的点燃，大家一起唱起了生日歌，为奶奶庆生。就算是自己的儿子，也没给她过过生日。奶奶既欣慰又有些感动。接下来就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，大家各自分了一块蛋糕，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令奶奶难忘的一天。几天之后，自强沿着田间小道来到小河边，一路穿过河床到达对岸。他来到一棵巨大的梨树前，虽然看上去有点病恹恹，但一侧果子仍然挂满了枝头。自强沿着粗壮的树干往上爬去，没做多想就开始摘了起来，忘了将袋子拿上来也没事，直接就丢到沙地上。
想来这些梆硬的果子也没什么事，足足摘了好一会，把能摘到的位置都摘了个遍。自强来到树下收起今天的收获，正好满满当当的一袋，他也不急着回家，提着袋子来到河边，将果子倒出，逐个清洗了一遍，这才穿戴好鞋子，背上背包，向着家里走去。回到家，奶奶已在门前等着他。一进到家门，自强急不可耐地倒了杯水喝。奶奶将果子都放到篮子里，两人一起提着篮子沿街就售卖了起来。你买几个我买几个，很快就将一篮子卖完。正当他们往回家走的时候，一直很帮助自强的大哥叫住了他，指了指这台儿童自行车，说要送给他。看样子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坚强懂事的孩子。自强欣喜地打量着自行车，他长这么大可还从来没有骑过，何况是这么漂亮的一台蓝色自行车。大哥示意他坐上去试试，扶着后座教了一阵子，自强推着车离开。还没到家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奶奶陪他练车。不过自己走路都走不稳的奶奶，怎么扶得住自强的车呢？他一路摇摇晃晃地往前进，不出所料，还是啪嗒一声摔倒在地上，也不喊疼，爬起来就继续练习。没骑2步又摔了下去。这次人是没事，可车子的龙头直接弯折到了90度。自强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夹着前轮准备把它硬掰回来，花了好大一番功夫，龙头重新归正。考虑到奶奶的情况，他也不用他继续扶着，一个人歪歪扭扭地练习起来。经过1-2个小时的练习，他已经能初步掌握平衡了。这样聪明的小孩，谁看了不喜欢呢？实在是太难受了。老奶奶的酒鬼儿子回来了，虽然赶走了他，但奶奶还是为此气的又生病了。接上期我们讲到，自从自强跟随老奶奶生活，依然保持着过几天就进一次山，不是采摘山货来售卖，就是拿来改善伙食。今天他来到一片收割完的稻田前，脱下鞋就趟进了水田之中。他沿着田埂开始寻找起来，这是在抓什么呢？原来这里有着硕大的牛蛙，单手都快攥不住了。他抖开左手上的绳子，将牛蛙来了个五花大绑，看样子这是有备而来，连准备工作都做好了。提着这一只继续观察起来，发现新的就是一招饿虎扑食，可惜没有抓到。他也不着急，把手伸进草丛里一顿摸索，还是将其拽了出来，捆扎到一起。有些躲在洞里的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，翻开石头依然被他逮到。看着这些肥肥胖胖的牛蛙，自强也是喜上眉梢，翻开一片棕榈叶，也不管泥水是否弄脏了衣服，飞扑上去按住牛蛙。好家伙，这次一下抓到了2只，开心的嘴角都歪了。他先用脚踩住，防止逃跑，待到把2只换到顺手的方式抓好，仔细的用绳子将它们串在一起。凡是被自强看到了就没有跑掉的道理，抓住他还不忘给他来上一下，仿佛在说小样还想跑。不得不说，这片田里的牛蛙是真的多，这根管子里就算跑掉一只，结果边上还有一只。好在自强还是发现跑掉的牛蛙，抓到之后就是大心伺候，嘴里念叨着叫你跑叫你跑。有了这么多收获，自强也打算离开。水较多的地方犹如沼泽地，让他走起来举步维艰。回到田埂上，他快速来到小溪边，坐进了溪水中，给自己和牛蛙都洗洗。此时此刻，他已经在幻想晚上的牛蛙大餐了。抓回逃跑的那只，他还是先决定将它们都拴好，脚上踩住一只，想着拖鞋里能塞一只，但貌似不是很靠谱，只好一手抓着一只，慢慢地将它们绑住。奈何这样实在不好操作，只好委屈下蛙蛙，啪的一声摔打在石头上。可怜的蛙蛙翻着肚皮晕了过去。确定都绑好以后，这样丢在一边也不怕他们逃跑了。自强坐回了溪水中，给自己洗去一身泥垢，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。他回到岸边，提起牛蛙串，向着家里赶去。回到家中，奶奶已经在做饭，看着自强抓来的牛蛙，直夸他真厉害，抓了这么多。奶奶处理着牛蛙，自强换了身干净的衣服，而后安静地在一旁学习着。邻居奶奶过来串门，也是夸赞自强真孝顺，抓这么多牛蛙回来给奶奶吃。处理好了，端到灶台上，只需要简单的加入一些香料和调料，
就是一碗香喷喷的煮牛蛙，吃起来那叫一个香。可正当他们吃到一半，一个醉醺醺的男人推开了门，吓得自强靠到了奶奶身旁。男人摇摇晃晃地来到他们面前，原来他就是奶奶的儿子，那个常年不着家的酒鬼。醉汉看到碗里的牛蛙，阴阳怪气地说了句：“伙食不错呀，有钱怎么不拿来给我，还给别的小孩吃这么好的？”两人争论了一番，奶奶也是无奈，打算拿点钱打发走他，给了一张还嫌不够，这可是自强最近赚来的钱，奶奶也不愿再给。醉汉做事就要用瓶子打奶奶，一旁的自强看到这一幕也忍不了了，冲上去推着他，想要把他赶跑。奶奶眼见两人起了冲突，只好再加了一张递给儿子，让他快点滚。男人这才起身向着屋外走去。自强也没想那么多，只是觉得应该尽快把他赶走，推了男人2下。男人似乎是恼了，回身一把将自强推倒在地上。奶奶心里也是苦啊，一个虽然是个烂酒鬼，但好歹也是自己儿子，另一个是他心疼都来不及的小自强。眼见着两人要打起来，他也知道自强哪里是成年男人的对手，只好把手里所有的钱都塞给了儿子，大声呵斥他，让他快滚，一路推搡着出了家门。自强仍然心里气不过，将男人推倒在地上。男人感觉自己吃了亏，挥起拳头重重砸在了自强背上。自强吃痛，只感觉自己既委屈又无助，伤心地哭了起来。奶奶扶着自强将儿子赶走，带着自强回到屋内，怕那个醉鬼儿子又去而复返，牢牢地将门关紧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自从昨晚上的事，奶奶变得郁郁寡欢，反而身为小孩子的自强已经不当回事了，和奶奶说了会话就出了门，来到山林中。他今天也不为别的，只是准备砍些柴火回去，好用来烧火做饭。林子里的枯枝一一被他寻来，修剪整齐以后捆扎起来，方便自己携带。小小的身影扛着这么一大捆柴火，实在是让人心疼。正当他在回家的路上，奶奶想了半天昨天晚上的事，越想越伤心，越想越生气。本想到杯水喝下平复下心情，可本就有病在身的他胸口一阵绞痛，倒在了床上。自强回到家，推开门，只是以为奶奶睡着了。他来到后院，换上拖鞋，洗去一身的汗，回来把柴火放好，这才来到客厅和奶奶说起了话。可是说了半天，奶奶也没有反应。自强上前查看了起来，摇了几下也没摇醒奶奶。他这时才知道奶奶又病倒了，呼唤了许久，奶奶醒了过来，轻声地说道：“奶奶没事，只是有些累了，不要担心。”自强擦掉眼泪，倒了杯水喂给奶奶喝下。他也知道奶奶刚才那些话是骗自己，于是他安抚了下奶奶，决定出去找人帮忙将奶奶送到医院去。隔壁家的大男孩正坐在院子里玩手机，自强上前央求他帮忙，可是他一把将自强推开，骂骂咧咧地说别打扰他玩游戏，还起身将自强吓跑，真是个没心没肺的玩意。自强小跑着离开，他没时间再耽搁下去，要是奶奶真出个事可怎么办？想起之前一直帮助他的大哥，他直奔着来到他家，大哥正好坐在院子里。自强述说了下奶奶的情况，大哥安慰他不要着急，马上起身带着自强坐上了摩托，来到家里。大哥二话没说，背起奶奶，3人在摩托上坐好，向着医院疾驰而去。相信经过治疗，奶奶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这个男孩实在是太懂事了，一边照看着生病的奶奶，有空就去摸罗补贴家用。时间来到几天后，经过医院的治疗，奶奶已经好了许多，但这笔治疗费用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自强不得不在照顾好奶奶后，选择出门赚点钱。只见他拿着个塑料袋，走在田间小径上，穿过成片绿油油的稻田。他来到熟悉的河道旁，一上来就捡到了今天的第一个收获，一个大田螺被他收入囊中，看样子河水中有着不少田螺。于是他沿着河边捡拾了起来，刚没走2步，不知道是不是盯着水里看得太认真了，没有留意脚下，扑通一声滑入了水中。好在他的水性不错，并没有感到慌张，直接就爬了上来。其他还好，只是耳朵中进了点水，他张大嘴巴在原地蹦了起来，拍了拍脑瓜子，才把水都排了出来。既然都湿透了，干脆下到水里，盯着水底细细地寻找起来。
剪光浅水区，附近再无收获，似乎这种螺只在水流平缓的岸边活动，那还费什么劲呢？沿着河岸慢慢捡吧。眼看着这边捡完了，他来到对岸，果然没有猜错，这里的岸边同样有着不少。自强耐心地一个个收进塑料袋。整整收集了半袋子，他再次回到对岸，这里有片浅滩，底下长满了青苔，一眼望过去就有好多。虽然袋子已经很重，但是看到了就没有放过的道理。顶着烈日，将附近扫荡一空，自强回到岸上，来到来时的地点，穿回拖鞋，他就迈着轻快的步伐向着家里走去。这时在田间干活的大姐也正准备回去，踩了好几下都没打着火。自强悠哉悠哉地往前走着，随手摘了朵路边的野花。大姐也是终于打着了火。当自强被手里的野花吸引了注意力时，大姐开了上来，为了避让自强，一头扎进了稻田里。自强见到这个情形，立马上前帮忙，可是摩托实在是太重，不是他一个小孩可以抬得动的。还好大姐这时也恢复了行动能力，两人合力地将摩托抬起。自强搀扶起大姐，坐到路边检查起了伤势，幸好只是一些擦伤，并没有伤到骨头。大姐也没有责怪自强什么，毕竟要是自己能刹住车，也不至于摔下去。两人费力地将摩托推到路上，伤了脚的大姐腿使不上劲，还没停好又摔倒在一边，只好又是一顿艰难的推拉，才把摩托停稳。一起检查了下摩托，多亏了没有什么损坏。自强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，要是叫他赔他可赔不起呀。自强想了想，拿出了自己抓的螺，想要送给大姐作为赔礼道歉。大姐本来也没有怪罪他的意思，何况这个小孩这么懂事，他也不忍心收下这袋螺。拗不过自强的一再坚持，他只好下了车，捡了几个螺放进袋子里，示意自强的好意他心领了。本想护送大姐离开，奈何两人配合的不是很默契，又把大姐送进了田里，实在是太惨了。自强也是尴尬的挠挠头，再次把摩托扶起，把压倒的稻子尽量复原。大姐想了想，还是忍着脚痛打起了火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最终还是启动了摩托，希望她一路平安吧。看着大姐离开，自强懊恼地搓了搓头，今天干的都是什么事啊，真是好心干坏事。眼见着大姐已经走远，自强只好提着袋子无奈地离开。正当他走到三岔路口，一位大哥看到了他手中的螺，停下来问他卖不卖，商量好价格，大哥付给了他钱。这样也好，至少不用拿到街上去卖了。刚才的不开心已经一扫而空，蹦蹦跳跳地向着家里奔去。回到村子，他径直走进了小卖部，买了一根面包和2瓶牛奶。他这是考虑到奶奶刚好一点没力气做饭，为他们两人准备的晚饭。回到家中，奶奶已经起来，坐在了火塘前准备做饭，正好自强将食物分给他，两人说着话吃起了这顿简单的晚餐。又是照顾奶奶的一天，但谁又能知道自强不是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呢？这个小男孩实在是太能干了，他上山挖来野生木薯，和奶奶一起制作成木薯糍粑，拿到街上售卖来维持家用。今天他依然拿着柴刀进到了山里，虽然还是一大早，但越南闷热的环境还是让他有些出汗，一路钻到了密林深处。他也是发现了今天的目标，挥起柴刀就将他的茎干砍了下来。随后他转而向着地面展开挖掘，刨了好一会，木薯也露出了它粗大的根茎，别看是野生的，个头还都不小。将可食用部分和根部分离，自强粗略地加工了一下，就塞入了袋中。待到把另一株也给挖了出来，可以看到这株虽然结的木薯不多，但却要长得更大一些。如法炮制了一番，全部收入袋中。这时太阳也已经当空，知了在一旁吵闹地鸣叫着。自强背着包缓缓地向着家里走去，一路下到山脚。回到家中，奶奶正在清理猪圈，看到自强回来，她也拿出了盆来一起帮忙。自强将木薯清洗干净，奶奶在一旁负责去皮，两人的配合默契，剥掉皮得到的都是白白嫩嫩的木薯心，又清洗了一遍。
两人拿着擦子将木薯细细地磨成了末，一起忙活了半个小时，才将所有木薯加工完成。而后在里头加入了一些白糖，充分搅拌后，就可以放到油锅中煎了，直到两面金黄，木薯饼就算做好了，放到盘子里慢慢冷却。这边干着活，自强忍不住吃了起来，软软糯糯中带着一丝甜味，口感十分不错，相信待会拿到街上卖一定会很畅销吧。煎好了所有饼子，自强将饼子夹到铺了油纸的篮子中，两人沿着街来到村子里最热闹的小卖部前，刚坐下，一旁的小朋友已经拿着钞票望眼欲穿了。果然，这种甜味的饼子就是比较吸引小朋友，三三两两的过来买。卖完最后一个，自强扶着奶奶回了家。又是新的一天，自强快步地走在乡间小道上，刚想拐弯，发现土坡边有两只小奶狗，两只狗在打架，很是可爱。自强忍不住上前撸了起来，愉快地玩了一阵，和狗子告了个别，就来到了小河边。这里有着一叶竹筏，正好可以利用它来过河。拿起竹篙，自强登上竹筏，不得不说有点厉害，就连撑船也难不倒他。翻过江心，他稳稳地将竹筏停在了岸边，还不忘将其拴住，待会回去可以用得到。离开竹筏，他沿着山坡向树林里走去，张望了一阵子，正好这里有棵木瓜树，树不大，但青色的木瓜挂满了脑袋。自强观察了一下，正当他准备爬上去的时候，发现边上有根长竹竿，这不巧了吗？真是瞌睡玉枕头，正合心意。随着他精确地在木瓜底下戳了几下，一颗颗木瓜掉了下来，就是要小心避开，砸到脑袋就糟了。长时间举着杆子，让他的手也有些酸，但是他没有停下来，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推杆的动作。好在收获还不错，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一会就装满了袋子。去拿丢在一旁的柴刀的时候，眼尖的他瞧见这里还有一根未曾收走的老甘蔗，砍下来削去表皮，刚好可以给他补充点水分。啃完甘蔗，自强背起沉重的袋子，划着竹筏回到了对岸，拖拽回老位置，将其拴好。自强沿着来时的路准备回家，路过两只小狗的那户人家，他看到一个戴着面罩的人鬼鬼祟祟地摸了进去，这身打扮不用说是个小偷。自强轻手轻脚地捡起地上的棍子，原来这个人是个偷狗贼，抱着两只小狗正想走。自强眼见着他要得逞，提着棍子就呐喊着冲了上去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而这失主人家正在家里睡午觉，听到动静，他爬起来推开门，随手就拿了门边的铁锹，奋力地拍在小偷身上。小偷也是抓住了机会，一路抱头鼠窜。也幸亏这就是个小毛贼，被人发现就心虚地想跑，没想着反抗，要不然自强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可即便是这样，自强还是挨了几下，在大娘的搀扶下来到门前，看了眼小狗躺在那没有动静，难道是招了毒手？两人上前查看了一下，还好只是吓坏了趴在那不敢动而已。自强永远是这么乐观，刚还在抓贼，这回已经开心地撸起了狗。大娘见他这么喜欢小狗，为了感谢他刚才的勇敢，塞了一只狗到自强手里，说要送给他。自强摸了摸，放在了地上，他并没有接受。虽然他年纪小，但是他觉得做好事这种东西是不应该求回报的，即便有些不舍，他还是准备走了。大娘见他推辞，又把狗递给了他，一定要他收下。既然已经有了主意，那自然是不会改的。挥挥手就和大娘道了别，丢掉了那一丝不舍，沿着山路向家里走去。回到家中，奶奶依然在门口等着他。两人提着袋子进了屋，将木瓜包装起来后，来到街上，刚出来就卖了2袋子。路过邻居家又卖掉了1袋，剩下1袋，自强想了想，还是自己吃吧。自强说着今天抓小偷的趣事，回到了家中。随着夜晚的临近，街上也热闹了起来，为这宁静的乡村街头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